2011年，原中山市市長李啟宏被罚2000萬元，並判處11年的有期徒刑。這個消息驚掉人們下巴，為什麼呢？因為據報道，李啟宏毫無背景，卻從一個底層工人幹到市長位置，身居高位後貪財又好色，多次拿人錢財替人辦事，獨愛小鮮肉，還和自己女婿有染。這樣的一個人居然當上了市長，其中沒有貓膩，說出去估計都沒人相信。那麼李啟宏又是如何一步步當上市長，又怎樣從巔峰落馬？1954年，李啟宏出生於中山市石岐鎮一個普通家庭，家中一共7口人，在那個飯都吃不飽的年代，更別說上學了。所以李啟宏小學沒畢業就輟學在家。14歲時，他被父母送到鎮上一家藤草工藝社上班，每天就是編草帽。面對枯燥的編織工作，李啟宏兢兢業業幹了2年。2年後，他迎來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據知情人透露，1970年某天，省裡的領導下來廠裡視察，長相乖巧、工作努力的李啟宏被領導一眼看中。得到貴人相助後，李啟宏搖身一變成了居委會主任。然而在這個位置，李啟宏並沒有什麼工作能力，因為小學沒畢業，字也不認全，每次上台演講的稿子都是助理幫忙寫的，就算照着念都很費勁。但好不容易抓住的機會，李啟宏為了往上爬，什麼都願意幹，阿諛奉承巴結領導，於是他得到重用。1974年成為公社教育隊隊長，然而僅僅過了1年，他就搖身一變成了中山市石岐鎮黨委副書記兼烟屯區黨總支部書記和辦事處主任，躋身市委幹部領導行列，並在這個位置他幹了8年。這8年對他來說極為重要，這期間李啟宏廣結善緣，建立自己的人脈，他還經常回到自己的母校視察，昔日的學校領導、老師都對自己點頭哈腰，這樣李啟宏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還利用空暇時間進黨校進修，還拿到了高學歷證書。這個時候的李啟宏，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業務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此後，李啟宏的仕途一路暢通。1990年任職中山市婦聯副主席，隨後通過收買人心拉攏領導。1997年成為中山市市委常委各市組織部部長，2004年成為中山副書記、秘書長、市委黨校校長。2006年，李啟宏再度被提拔，成為中山市市長。此時的李啟宏人生已經達到巔峰，擔任市長期間，他還評選了10大明星市長稱號，可謂風光無限。那麼是如何走上貪污腐敗的道路呢？隨着職位的高升，李啟宏所掌握的資源更多了。2007年，中山公用事業集團準備上市。上市前，李啟宏得到股價會上漲的內部消息，他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隨後，他籌集了677萬的資金買入該公司股票。為了防止事情敗露，他通過家人親友的賬戶進行交易。通過這樣暗中操作，李啟宏輕鬆從中賺取了1983萬元。李啟宏權力越來越大，開始飄了，而他也從一個官場小白變成了游刃有餘的老油條。面對前來送禮找他辦事的人，李啟宏可不管難不難辦，好不好辦，一律照單全收。其中先後8次收受梁某某40萬港元，為其升職提供便利，幫助梁某某親人解決就學問題。另外，在2009年6月到8月期間，李啟宏接受中山絲綢出口集團董事長關某的10萬元現金，幫助其公司申請雙 A 信用級別，而該公司曾受過行政處罰。李啟宏的事跡在業內傳開，很多名流富商、地產大亨紛紛上門找他。看着這些意外之財紛紛上門，利用職權便利統統搞定。通過這些手段，李啟宏積累了大量不義之財，成為隱形富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李啟宏發達之後，還帶動親屬進軍房地產業。當時中山第5建築公司總經理就是李啟宏弟弟李啟明，而股東也是他的親屬。可以說該公司就是李氏家族全權操办，而李啟宏在其中承擔着重要位置。
在他的幫助下，很多相關資源都被這家公司收入囊中，身邊的親人也賺得盆滿缽滿。俗話說溫飽思淫欲，有權有錢的李啟紅又有了新的愛好，特別鍾愛小鮮肉。雖然李啟紅年過50，無論是自己的婚姻還是跟上司曖昧，都處於被動位置，而彼時的李啟紅似乎想要填補自己不曾有過的慾望，於是他經常出入各種高檔會所，在那裡他認識了很多小鮮肉，與這些年輕帥氣的小伙激情放縱，李啟紅似乎找到了久違的快樂，感覺自己都年輕好多。為了討小鮮肉歡心，李啟紅也出手大方，經常送一些價值上萬的手錶、上千元的皮帶、皮鞋，還帶他們出入各種高檔會所，一擲千金，大肆消費。除此之外，為了滿足自己私欲，李啟紅不顧倫理道德，將魔爪伸向了女婿的身上，結果被女兒抓個正着，那場面刺激都不足以形容。但意外的是，母女開撕的場面並沒有上演，女兒出奇般接受李啟紅瘋狂想法，就是不知她女兒經歷了什麼才能做到如此大度。不過李啟紅得意忘形的好日子很快戛然而止。2010年5月，證監會發現李啟紅暗中操縱證券交易的違法行為，為了應付證監會的調查，李啟紅立即向弟媳轉款人民幣1000萬元，但是怎樣挽救都已經於事無補，事情已然初露端倪。隨着警方介入調查，李啟紅貪污受賄、涉嫌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等違法行為相繼被查實。最終在2011年10月27日這天，李啟紅鋃鐺入獄，被判處11年的有期徒刑，並罰2000萬元，沒收10萬元財產。聽到這個結果，李啟紅在法庭上忍不住痛呼悔罪，同時李啟紅相關親屬也得到了相應的法律嚴懲。成於運氣，敗於貪婪，可以說是李啟紅的人生寫照。從大字不識的編織工到市長，可以說運氣占很大部分。但李啟紅沒能抵擋金錢的誘惑，被貪婪蒙蔽了雙眼，最終淪為人人唾棄的桃色貪官，還搭上了自己的後半生。